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不管是1型还是2型糖尿病，都要把血糖控制在标准的范围之内，以免诱发严重的并发症而危及生命。除了合理的使用药物外，也要调整好生活和饮食。不少糖友都反映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平时测血糖、空腹血糖都挺正常，但是一吃完饭，餐后血糖就明显的超标。对于这部分朋友而言，每次吃饭就成了一个很容易让人担忧和闹心的事情。由于空腹血糖水平仍然处于正常的范围，因此多数人并不愿意为此去额外的增加降糖药物，所以大家更多的是希望通过饮食上的调整，来让餐后的血糖不要升得太高。今天就给大家分享5个用餐方法，可以帮助大家让餐后血糖不再升得那么高。方法1，主食多样化。日常的饮食当中，主食是我们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尤其是那些加工很精细的细粮，比如大米以及精制面粉制成的面条、馒头、面包等。它们当中的淀粉含量很高，但膳食纤维含量很低，在人体消化系统当中可以被迅速的吸收并转化为糖，因此能够快速的升高血糖的水平。所以对于餐后血糖高的糖尿病患者而言，在主食的选择上就不能只吃单一的细粮，而必须保证主食的多样性，要有细也有粗。这是因为粗粮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更为丰富，在肠道当中，膳食纤维可以延缓葡萄糖的快速吸收，从而有利于餐后血糖的控制。这里提倡糖尿病患者多摄入粗粮，主要包括燕麦、小米、玉米、黑米等的全谷物。最简单的一种做法就是，每次蒸米饭的时候不要只放大米，而应该加入一部分的燕麦或者玉米等的全谷物一起蒸。粗粮占全天主食的1/2或者是1/3，肠胃功能差或者是老年人每天粗杂粮占1/3即可。方法2，让淀粉产生抗体。并不是所有的淀粉都可以轻易的被人体吸收的，那些不容易被我们的上消化道吸收的淀粉被称作为抗性淀粉。我们一般吃淀粉类食物的时候，都会先把它们蒸熟再吃。这个蒸熟的过程其实就是让水分子与食物的淀粉进行充分的结合，之后这些食物的体积会变大，质地会变圆，这样才更容易的被人体消化道所吸收。而当我们把这些蒸熟的过的主食放凉以后，大家可以观察到米饭和馒头会有明显变硬的迹象。事实上，研究发现这些变凉变硬的主食当中，抗性淀粉的比例会明显的增加，所以吃这些主食理论上对于降低餐后血糖会有所帮助。不过是不是只要把主食放冰箱里冷藏一下都会产生抗性淀粉呢？这个倒不一定。比方说，由直链淀粉含量很低的糯米所做成的汤丸、粽子等的食物，哪怕放凉了，抗性淀粉也不会明显的增加。再比如煮的米粥，其中的水分含量很足，即便是摊凉了，也难以增加抗性淀粉的含量。所以一般像蒸馒头或者是蒸米饭这种主食，在充分放凉以后，抗性淀粉的含量是会增加的。大家对主食适当做这类的处理，也是有助于降低餐后血糖的。方法3，用好升糖指数。事实上，研究人员早就对比过各种不同的食物在升高血糖能力方面的差异，并用升糖指数 GI 这一个指标来定量的反映这种能力。升糖指数越低，往往代表食物升高血糖的能力越弱。一般升糖指数在55以内的食物被称为低升糖食物，而升糖指数超过70的食物则被称为是高升糖食物。医学研究发现，长期的吃低升糖指数的食物，相较于长期吃高升糖指数的食物，糖化血红蛋白有希望降低约 0.5% 到 0.7%。大家在网络上去搜索
食物升糖指数一览表，就可以找到很多跟食物升糖指数有关的信息。我们可以对照食物的升糖指数来优先选择低升糖指数的主食、菜品以及水果，这对于糖尿病患者控制餐后血糖很有帮助。而对于一些长期习惯于吃高升糖主食的朋友们，一定要多选择几种低升糖指数的蔬菜或者是肉类来进行搭配。这样做可以让一顿饭的总体的升糖指数下降一些，这也被称为是食物升糖指数的高低搭配。方法是把饭吃慢一些。吃饭吃得太快，总体上是容易导致餐后血糖升高的。一方面吃得快会促使胃肠道的消化与吸收加快，血糖的释放自然也会加速。另一方面，吃得太快容易在收到大脑发出的饱腹信号以前就让自己吃得过多，这也对餐后血糖不好。所以餐后血糖高的朋友们一定要看看自己平时有没有吃饭快的这个习惯，假如有，那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吃饭慢下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一顿饭吃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是比较合适的。方法5，调整用餐顺序。除了前面说到的这些，其实用餐顺序也对餐后血糖影响不小。不少朋友的习惯是从进餐开始就端着盛满米饭的碗，一边吃饭一边吃菜。但其实假如大家能够做出一些调整，在进餐开始的时候先不盛饭，而是先开始吃一些菜和肉，等肚子不觉得饿以后再上主食一起吃。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避免餐后血糖的快速上升，另一方面还可以让每顿饭吃进去的主食减少，对于控制饮食总热量也有好处。因为蔬菜肉类富含膳食纤维和蛋白质，可以延缓碳水化合物在胃排空的时间，减缓了升高血糖的速度，刺激内源性的胰岛素分泌减少，减轻了胰岛素抵抗。不过建议有些人不习惯这么吃，也可以参考以下的方法。吃饭时先吃一碗少油烹调的绿叶蔬菜，比如一碗糙菠菜、煮小白菜等，然后再正常的吃其他的饭菜。上面这5点就是我们给到各位糖友的饮食建议。假如你采用了这些方法，仍旧是不能让餐后血糖水平降下来的话，那就最好去医院找个医生来复诊了。有一些情况下，降低餐后血糖还是需要依靠降糖药甚至是胰岛素的帮助。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制作视频不易，朋友们，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